英国是如何浪费一次次机会把自己玩进死胡同的？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巅峰时期的日不落帝国到底有多强。这么说吧，当时地球上每4个人里就有1个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子民，全世界1/4的领土上都飘扬着米字旗。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诸其之外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皇家海军奉行着一个丧心病狂的2强标准，皇家海军的实力必须比世界第2和第3的加起来还要强。伦敦是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将是地球的银行，全世界的钱都往那儿流。那么一个强到没朋友，富到流油，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究竟是踩了什么坑，才一步步从世界之巅衰落成今天连苏格兰闹独立都搞不定的二流国家？这故事得从它最牛逼的地方，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说起。咱们都知道，英国是第一个搞工业革命的国家，靠着蒸汽机和纺织机成了世界工厂。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可能被螃蟹夹到手。英国的衰落恰恰就始于它的成功。这就好比一家公司靠着一款爆款产品发了家，成了行业老大，然后呢，老板就觉得可以躺平了，天天打高尔夫玩乐，不愿意再投钱搞研发了。结果旁边几家小公司拼命追赶，搞出了更牛逼的新产品，一下子就把老大给干翻了。而英国就相当于那个躺平的老大。当英国还在为自己的蒸汽机和纺织机沾沾自喜的时候，德国和美国已经悄悄开启了第2次工业革命的大门，主攻电力、化工和内燃机，而这些才是未来的风口。就拿化学工业来说，这玩意儿是现代工业的基石，从药品到炸药，啥都离不开它。为此，德国人玩了命的投钱搞科研，在1851年到1900年间搞出了202项重大科技成果，而英国呢，只有106项。很快，德国的化学和机械工业就把英国甩在了身后。到一战前，德国工业的生产总值已经占了全球的 15.7%， 把英国给甩屁股后边了。那英国这边为啥这么不上进呢？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英国当时有个巨大的舒适区，就是它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大半个非洲，都是英国的专属市场。英国工厂里那些过时的、效率低下的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根本不用愁卖不出去，直接打包卖到殖民地就行了。反正殖民地也没得选，只能买宗主国的东西。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就像一剂毒品，让英国的资本家们彻底丧失了创新的动力。更新设备，搞新技术，那多花钱呀，多麻烦呀！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去印度多卖2船布呢。更要命的是，英国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不务正业的风气。当时英国最顶尖的大学牛津、剑桥培养出来的精英，都扎了堆的去学法律、文学、历史这些人文科学了。毕业了，要么去政府当官，要么去殖民地当总督，觉得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至于学工程、搞技术，在他们眼里那是下等人才干的活。你看，精英阶层都跟工业生产脱节了。德国那边呢，正在疯狂的建各种技术学校，把科学家和工程师当宝贝一样供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哪里，看看他的年轻人都在学什么就知道了。所以说，英国的衰落不是从战场上开始的，而是从他的工厂里、董事会里、教室里就已经注定了。当他沉醉在日不落的荣光里时，他的工业心脏已经开始悄悄的衰竭。工业上开始拉胯，但帝国的架子还在，还得继续维持。可维持帝国是要花钱的，而且是花大钱。很快，英国就尝到了帝国反噬的滋味。一场看似不起眼的战争，却成了帝国自信心崩溃的开始。故事发生在1899年的南非。英国听说那里发现了全世界最大的金矿和钻石矿后，馋的口水瞬间就流下来了。结果这一仗直接把他给打懵了。这一仗，英国前前后后调集了快45万大军，才勉强搞定了不到6万人的布尔民兵。而这场表面的胜利，让英国付出了2亿英镑的军费， 2.2 万名帝国士兵，以及超过40万匹军马。2亿英镑在当时是什么概念？那是一笔能让整个帝国财政吐血的天文数字。钱亏了就算了，更严重的是，英国在这场战争里把文明人的脸皮也彻底撕掉了。打到后面，为了对付神出鬼没的布尔游击队，英军总司令基奇纳想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招数——焦土战术。简单说就是所到之处皆为焦土。于是英军系统性的焚毁了布尔人的数千个农场，把村庄都夷为平地。随后霍布豪斯把这份报告带回了英国，捅给了国会。整个英国社会都炸了。反对党领袖坎贝尔·班纳麦在议会上怒斥这是野蛮的手段，文明的大英帝国竟然为了黄金和钻石干出了这么反人类的勾当，这一下把他传播文明的底裤都给扒光了。所以对于英国来说，布尔战争是一场惨胜。他虽然抢到了金矿，但也暴露了自己在军事上的虚弱和道德上的破产。这是帝国扩张的最高点，也是帝国自信心崩溃的开始。全世界都看清了，这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而且还不择手段的恶霸。如果说布尔战争只是让帝国财政出了点血，那接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直接把大英帝国给彻底掏空了。一战爆发前，英国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实力者帝国了。
啥叫实力者？就是靠放贷收租过日子的人。英国当时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地主和债主。到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每年这些投资的利息收入就超过了国内所有工业的利润。整个英国的上层精英都沉迷于这种金融游戏，觉得搞工业又脏又累，不如躺着收钱舒服。这种玩法和平时期看着很爽，可一旦打起仗来就要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工业总体战，比的不是谁钱多，而是谁的工厂能造出更多的枪、更多的大炮与炮弹。而英国这个金融帝国在这场硬碰硬的消耗战里，底子虚的毛病就彻底暴露了。要知道，战争的开销是个无底洞。战争开打后，英国的国家债务从1914年的 6.5 亿英镑飙升到1920年的78亿英镑，翻了10倍不止。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重从战前的 8% 暴涨到 38%。钱从哪来？英国把自己几百年积攒下来的海外资产，什么铁路、矿山、工厂全都卖了，卖光了还不够，怎么办？只能拉下老脸去借钱。跟谁借？跟自己以前的小弟美国借。到1916年，英国就已经没钱了，只能靠借美国人的钱来给自己的盟友发工资、买军火。到战争结束，英国欠了美国44亿美元的战争债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世界金融的中心开始从伦敦转移到纽约，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债主变成了欠一屁股债的债务人，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迷惘的一代。战争不仅掏空了英国的国库，更打断了他的脊梁，抽走了他的灵魂。曾经那个对未来充满无限乐观和自信的民族消失了，剩下的是一个背负着巨额债务，失去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对未来充满迷茫的疲惫帝国。所以你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不落帝国就已经被自己捅了3刀，刀刀致命。第一刀是工业上的自满和懒惰，被后期的德国和美国弯道超车，丢掉了世界工厂的宝座。第二刀是帝国的贪婪和傲慢，一场小小的布尔战争不仅让他血亏了巨额军费，还把他道德上的伪装撕得粉碎。第三刀也是最狠的一刀，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把他从世界第一债主打成了欠钱不还的老赖，把全球霸权的接力棒亲手交到了美国人手里。这3刀下来，大英帝国其实已经是个空架子了。它在地图上看起来还很庞大，仪式还很隆重，但它的工业心脏已经衰竭，财政血管已经流干，民族精神也已经被打残。它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巨人，还在那强撑着，假装自己天下无敌。日不落帝国带着这一身内伤，踉踉跄跄地走进了20世纪30年代。他以为自己还能喘口气，但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更要命的挑战者正在德国崛起。而一场席卷全球的风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给这个摇摇欲坠的巨人送上最后一击。1937年，为了庆祝英王乔治6世登基，英国皇家海军在斯皮特黑德外海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海上大阅兵，超过150艘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排着整整齐齐的队，像一座座钢铁巨山，把整个海面都给塞满了。这份家当，这份威风，看上去还能再战100年。然而，这支看似无敌的舰队，这场帝国最后的盛大阅兵，却只是日落前最后一道绚烂的晚霞。短短8年后，赢得了战争的大英帝国就输掉了一切，钱袋被掏空，威望被打碎，殖民地离心离德。那么，二战这6年，到底在英国身上发生了什么，让一个世界霸主沦落到了破产的边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中间的故事。战争说到底打的就是钱。1939年，德国的坦克碾进波兰边境，整个欧洲都烧了起来。英国这个老牌欧洲搅屎棍，虽然心里100个不愿意，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下场开干。可这一干就发现不对劲了。德国人是闪电战，英国人这边是闪电是花钱，飞机、大炮、坦克、军火哪样不得花钱？英国本土的工厂产能不够，只能哭着喊着去求美国。那会儿的美国还没参战呢，躲在大西洋对面，一边高喊爱好和平，一边把战争当成了一门绝好的生意。老狐狸罗斯福说，可以卖你武器，但必须现款自运。啥意思啊？就是你得自己带着真金白银来买，还得自己开船来拉走。要是路上被德国潜艇炸了，可别赖我，这哪是盟友啊，这简直就是趁火打劫。但没办法，英国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于是一箱箱的金条，一串串的美元像流水一样从伦敦流向纽约。从1939年开战到1940年9月，短短1年时间，英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就从超过40亿美元被掏空到只剩下10亿左右。可把自己压箱底的美国股票、债券全卖了，依然还不够。于是就开始号召国内的民众为国捐产，把家里的美元美股都交上来。这简直就是把祖宗3代攒下的家当全拿去填坑了。到了1941年初，丘吉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给罗斯福写信说，老哥啊，我们真的是啥都没有了，再这么搞下去，不等德国打过来，我们就先破产了。罗斯福一看，火候差不多了，英国这条防线可不能就这么垮了，于是慷慨地推出了租借法案。
听着挺好听是吧？租借好像是免费借给你用，但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租借法案的本质不是慈善，而是一根拴在英国脖子上的金融锁链。美国说，武器你先拿去用，钱可以先欠着，但你英国的经济政策、军事基地、殖民地市场，我都得插一脚。说白了，美国是在用自己的钱让英国替自己流血，顺便把英国的家底给盘下来。就这么着，英国靠着美国的输血，总算是熬到了战争胜利。可好日子也就到头了。1945年8月，日本刚投降，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立马就翻脸了，啪的一下单方面终止了租借法案，这一下直接把英国给干懵了。整个国家为了打仗 ,55% 的劳动力都在军工厂里，出口贸易基本全停了，全国上下就指着美国的物资过日子。现在美国说断供就断供，英国一夜之间就从战胜国变成了破产国。当时英国国内连面包都要搞配给制，一周的培根定量只有4盎司，也就是几片。英国最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记得创造了一个词叫金融敦刻尔克，意思是英国经济马上就要像当年敦刻尔克的军队一样被彻底包饺子了，再不想办法就全完蛋了。没办法，只能再去求美国。于是凯恩斯带着代表团拖着病体跑到华盛顿，想跟美国人谈谈正义。他说，我们英国为了全世界流血牺牲，你们美国现在发了战争财，是不是得拉兄弟一把，给点无息贷款或者直接援助啊？结果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像哈里、迪克特、怀特这些人翘着二郎腿，冷冰冰地告诉他，你们英国人之所以搞成这样，是因为你们自己懒，福利太高，不肯降工资，我们凭什么要为你们的错误买单？最后经过一番屈辱的讨价还价，美国同意贷款 37.5 亿美元，年息 2%， 还附加了一堆要命的条件，比如英镑必须自由兑换美元，殖民地的市场必须对美国开放等等。这笔债英国人一直还到了2006年才还清，连本带利，孙子辈都还在替爷爷还钱。所以你看，这哪是什么盟友帮忙，这根本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金融绞杀。美国通过战争兵不血刃的就把大英帝国的钱袋子给掏空了，顺便把英镑的全球霸权也给废了。世界金融的王冠就这么从伦敦悄无声息地带到了纽约的头上。如果说钱没了只是伤筋动骨，那接下来的事就是直接把大英帝国的精神给打残了。1941年12月10号，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后2天，英国皇家海军派到远东的2艘王牌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马来亚外海被日本的飞机给炸沉了。这2艘船可是英国人的心头肉啊！威尔士亲王号是当时最新锐的战列舰，丘吉尔就是坐着它去跟罗斯福签的大西洋宪章。结果呢，连日本舰队的影子都没看着，就被天上飞下来的鱼雷和炸弹送进了海底。840名官兵跟着这2艘巨舰一起为了杀鱼。丘吉尔听到消息后说，这是整个战争中我受到的最直接的打击。他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战列舰主宰海洋的时代被航空兵终结了。更要命的是，这2艘船一沉，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盟军连一艘能打的主力舰都没了，远东的大门等于被日本一脚踹开了。而日本下一个目标就是英国在亚洲最核心的堡垒新加坡。新加坡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定海神针。英国人花了20年，砸了无数钱，把它建成了一个号称坚不可摧的要塞，上面装着全世界口径最大的15英寸岸防炮，炮口对着大海，谁敢从海上过来，就让他尝尝皇家海军的厉害。结果日本人压根就没从海上过来，他们从马来亚半岛北边登陆，骑着自行车一路穿过英国人认为根本无法通行的热带雨林屏障，从新加坡的背后，也就是陆地方向杀了过来。这就搞笑了，英国所有的防御都对着海上，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过有人会从陆地上打过来，以至于新加坡的陆上防线连个像样的碉堡都没有。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里气得破口大骂，说他从来没想过新加坡的陆地防御居然是空的，这就像造了一艘无法下水的战列舰一样荒谬。更荒谬的是，当时守新加坡的英联邦军队有超8万人，而进攻的日军只有3万多人。结果呢，战斗只打了1个星期，1942年2月15号，守将博西瓦尔中将就带着8万多名士兵向兵力远少于自己的日军投降了。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也是最耻辱的一次。丘吉尔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灾难。他的私人医生记录说，丘吉尔好几个月都缓不过劲儿来，觉得这是一种国耻，一道深深的伤疤。一个士兵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接到命令要战斗到底，但下午就传来了投降的命令。新加坡的陷落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基地和几万军队，它打碎的是一个神话，白人殖民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几百年来，大英帝国统治全球，靠的不仅仅是枪炮，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一种我比你高等，所以我统治你天经地义的殖民逻辑。而现在却被日本打得满地找牙。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提醒了所有被殖民的人民。在印度，甘地和国大党立刻就硬气起来了。他们一看，你英国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怎么保护印度？于是直接拒绝了英国派来的克里普斯使团，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退出印度运动，要求英国人立马滚蛋。
在澳大利亚，人们也吓坏了，眼看日本就要打到家门口，他们却发现一直信赖的母国英国根本靠不住。从那一刻起，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就彻底倒下了美国爹，跟英国妈离心离德了。所以说，新加坡这一跪，直接跪碎了大英帝国的精神支柱，那个维持了几百年的殖民魔咒被日本用刺刀给捅破了。如果说掏空你钱包的是你的债主，打断你脊梁的是你的敌人，这都还好理解，但最骚的操作是给你念紧箍咒，让你自己废掉自己武功的，居然是你最亲密的盟友，这个盟友就是美国。时间回到1941年8月，此时可谓是英国最艰难的时候，丘吉尔跑到了大西洋上的一艘军舰上去见罗斯福，求爷爷告奶奶，希望美国能早点参战。可罗斯福呢，却不紧不慢，说参战的事先不急，我们先来聊聊理想，规划一下战后世界新秩序。于是，一份听起来无比高大上的文件出炉了，《大西洋宪章》。这份宪章里写满了自由、和平之类的漂亮话，但里面夹了一颗毒药，就是第3条，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旗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这句话啥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民族自决。对罗斯福来说，这就是他瓦解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的阳谋。他早就看大英帝国这种封闭的殖民地贸易体系不爽了，凭什么你英国的殖民地只能跟你做生意，我美国的商品卖不进去，这不行。所以他要打着自由的旗号，把这些殖民地都拆散，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然后美国就可以进去自由贸易，倾销商品，建立自己的经济霸权了。丘吉尔是何等的老狐狸，他能看不出罗斯福这点小心思，但他没办法，英国当时就指着美国续命呢。罗斯福拿出来的文件，就算真是毒药，他也得含着泪签了。签完字，丘吉尔心里直发虚，赶紧跑回英国议会跟大家解释说，大家别慌，这个民族自决啊，只适用于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跟我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什么印度啊、非洲啊没有半毛钱关系。可话音刚落，罗斯福就在大洋彼岸公开打他的脸，说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全世界各地。这下等于当着全世界的面把丘吉尔给卖了。丘吉尔心里估计有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但他还得陪着笑脸说美英特殊关系牢不可破，这就是弱者的悲哀。等到了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这种主仆关系就更明显了。病得快不行的罗斯福和气势正盛的斯大林坐在桌子两头，像分蛋糕一样划分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而丘吉尔呢，他自己都感觉像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被夹在巨大的俄国熊和强大的美洲野牛中间，啥也决定不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瓜分世界，自己拼了老命去争一点残羹剩饭。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日记里充满了对这种地位一落千丈的无奈和沮丧。所以我们必须看清一个本质，二战时期的英美特殊关系根本不是什么兄弟情谊，从美国人的角度看，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交接。战争只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美国一边支持英国打德国，一边有条不紊地通过租界法案和大西洋宪章，一个掏空英国的钱包，一个废掉英国的帝国法理，最终把自己的头号经济和政治对手大英帝国给和平演变了。这盘棋下得实在是高。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二战6年给大英帝国留下了3道致命的内伤。第一道，他以世界债主的身份参战，却以世界最大债务国的身份结束，经历了一场金融敦刻尔克。第二道，他带着天下无敌的光环开打，却在新加坡留下了史上最耻辱的投降，遭遇了一场精神崩溃。第三道，他本想维护自己的帝国霸权，却被最亲密的盟友戴上了民族自觉的紧箍咒，亲手签下了帝国的死亡判决书。二战的硝烟散去，大英帝国虽然站在了胜利者的行列，但他已经流尽了血，耗光了力气，打断了脊梁。他帮助盟友杀死了纳粹这头恶狼，却发现自己最亲密的盟友，那只来自新大陆的白头鹰，早已趁机掏空了他的身体，准备取而代之。战争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帝国的葬礼。那么战后这个欠了一屁股债，丢尽了脸面，被套上了紧箍咒的破落户，又是如何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国版图在印度、在非洲、在苏伊士运河一块块被撕碎，最终彻底咽下最后一口气，沦为今天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的小老弟呢？二战后的英国得了一种身份认同分裂症的病，他觉得自己还是世界3巨头之一，能跟美苏平起平坐，但现实是国库空空，连给国民发培根都得靠佩奇。他觉得自己还是英联邦的老大，一声令下就能小弟云集，但现实是印度带头单飞，殖民地一个个闹独立，谁还把你当回事儿？他想抱紧美国的大腿，维系特殊关系，结果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被美国卖了个底儿朝天。那么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是如何在战后的废墟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国版图一块块被撕碎，最终沦为一个在世界棋盘上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局外人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本系列最后的故事。战后的英国政客心里都还做着那个日不落的旧梦，其中梦做的最投入的是一个叫安东尼·艾登的老帅哥。
艾登这人可以说是旧时代英国精英的完美化身，伊顿公学、牛津大学一路读上来，长相英俊，风度翩翩，一辈子都在跟外交打交道，履历完美的不像话。但他有个致命的问题，他的脑子仿佛还活在上个世纪。在他眼里，大英帝国还是那个说一不二的世界警察，所有想闹独立的殖民地领袖都必须被摁死在摇篮里。1956年，他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狠人，埃及总统纳赛尔。纳赛尔干了件大事儿，因为英美翻脸不认账，取消了对尼罗河大型项目阿斯旺高坝的支持。纳赛尔一怒之下宣布把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收回国有，这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扇在了艾登的脸上。苏伊士运河是什么？那是大英帝国从中东运石油的帝国生命线，是帝国通往东方的气管。你一个埃及土著也敢动我的气管？艾登的反应就像一个看场子的黑帮头目，听说自己的场子被一个街头混混给掀了，他觉得必须是点颜色看看，比如让纳赛尔人间蒸发。于是一场19世纪风格的老派帝国主义阴谋在20世纪中叶悄然上演。英国、法国、以色列三方代表偷偷碰头，攒了个局，让以色列先动手打埃及，然后英法两国再假惺惺的介入，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出兵占领运河区。计划很完美，执行的也很顺利。但就在艾登准备开香槟庆祝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是来自华盛顿的咆哮，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气得差点把电话吃了。他愤怒的不是英法搞帝国主义，而是你们搞帝国主义，怎么能把整个阿拉伯世界推进苏联的怀抱里？你们这是在给我的冷战大业添堵。艾登天真的以为凭着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大哥怎么着也得帮亲不帮理，但他彻底想错了。苏伊士运河这一仗把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的底裤都扒下来了，哪有什么平起平坐的特殊关系，不过是老大和小弟的关系。小弟不听话，碍了老大的事儿，老大随时可以大耳刮子扇过去。美国这一巴掌使用的不是军事手段，而是金融。真正的战场不在埃及的沙漠，而在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市场。美国财政部只是轻描淡写的暗示了一下，说他们可能会抛售手里攥着的巨额英镑债券，全球资本市场就立刻嗅到了血腥味，像一群闻到血的鲨鱼，开始疯狂抛售英镑买入美元。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眼睁睁地看着英国的外汇储备像开了闸的水龙头一样哗哗往外流，虽然他拼了老命想守住汇率，但根本顶不住。更狠的是，当他想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时，美国直接把门给堵死了。这下英国彻底傻眼了。这样打到这份上，已经不是军事问题，而是英国会不会当场破产的问题了。艾登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下令停火。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二战后全球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事件，他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全世界，军事上的胜利在压倒性的金融实力面前一文不值。英国也终于明白，美元的绞索比皇家海军的炮弹厉害得多。苏伊士运河的惨败像一盆冰水，把英国人从帝国旧梦里彻底浇醒了。既然老大当不成了，那一大堆烧钱又惹事的殖民地也就成了烫手山芋，一场帝国资产的大清算开始了。第一个被清算的也是价值最高的资产就是印度。1947年8月15号，印度正式把英国的殖民统治给甩掉，独立成为一个有主权的国家。对此，英国是这么说的，这是自己一次充满人道主义光辉的授权，说的好像是他们的良心发现，主动还给了印度人民自由，这不纯粹往自己脸上贴金吗？印度对大英帝国来说就是一台超级提款机。根据经济学家乌特萨帕特奈克的研究，在1765年至1938年间，英国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贸易体系，从印度抽走了近45万亿美元的财富。而这笔财富不仅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始资本，还让英国有钱去资助它在全球的殖民扩张。这套体系说白了就是公开抢劫。这么一台完美的提款机，英国怎么会舍得扔掉？原因很简单，养不起了。二战把英国打成了穷光蛋，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和兵力去维持对一个已经处在起义边缘的次大陆的统治。更何况美国还在旁边煽风点火，天天念叨帝国主义是邪恶的。放弃印度不是道德觉醒，而是破产前的无奈之举，是一次痛苦的截肢求生。印度一丢，多米诺骨牌就开始倒塌。1960年，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南非议会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警告说变革之风正吹遍这片大陆。这篇变革之风的演讲后来被吹捧成英国主动拥抱非殖民化浪潮的先见之明。但仔细听听这背后的弦外之音，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哲学家的感悟，而是一个精明的地主在告诉其他地主，租客们马上就要造反烧楼了，咱们最好还是主动把地契交出去，看看能不能以后继续当个物业经理，收点管理费。麦克米伦真正的担忧在演讲的后半段说得明明白白，这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会倒向东方还是西方？他们会被拉进共产主义阵营吗？看明白了吧？变革之风的本质是一次战略收缩。既然直接统治的成本太高，那就干脆放手让他们独立，然后把他们拉进英联邦这个俱乐部里。只要他们不倒向苏联，那英国就还能维持一点影响力。这哪是什么道德上的进步，这纯粹是冷战背景下最现实的政治算计。
随着殖民地的纷纷独立，英国的金融幽灵英镑区也最终烟消云散。到了70年代，英国自己的经济都一塌糊涂了，英镑不断贬值，谁还愿意抱着这一块烫手山芋？更重要的是，英国为了自救，一门心思的想要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就意味着要放弃和英联邦国家的特殊贸易关系。老大哥自己都要改换门庭了，小弟们自然也就各奔东西。从1972年开始，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本国货币与英镑脱钩，转而投入了美元的怀抱。英镑区的解体也是前殖民地国家用脚投票对衰落的帝国投下的最后一张不信任票。帝国没了，本土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整个70年代，英国都笼罩在一种被称为英国病的阴霾之下，这是一种经济上的癌症，症状是工业停滞、通货膨胀，以及最要命的强大到无法无天的工会组织。那年头的英国工会简直就是国中之国，垃圾工人罢工，导致伦敦最繁华的广场被垃圾淹没。更离谱的是，连掘墓人都罢工了，导致尸体无人掩埋，整个国家陷入瘫痪，看起来就像一个失败的三流国家。病的根源在哪儿？在于英国工业的全面衰败。身为曾经的世界工厂，不仅自家的造船业被日本超越，汽车工业更是成了一个国际笑话。当德国和日本的汽车畅销全球时，英国甚至一度连一辆不漏油的汽车都快造不出来了。就在英国快要烂透了的时候，一个女人出场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这位铁娘子就像一个冷酷的外科医生，而她开出的药方简单粗暴、私有化、削减福利、打垮工会。正当她的改革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支持率跌入谷底的时候，一个南大西洋上的阿根廷军政府送了她一份大礼。1982年，阿根廷入侵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人说的福克兰群岛。对撒切尔夫人来说，这场战争来得太是时候了，是她挽救了她的政治生涯。随后，撒切尔夫人立刻展现出铁娘子的本色，力排众议，派出了一支皇家特混舰队，远征8000英里，去打一场19世纪风格的殖民地保卫战。这场战争本质上是一场荒诞的政治秀。一个曾经的全球霸主动用航母和核潜艇去跟一个装备落后、指挥混乱的南美军政府争夺几座鸟不拉屎的岛屿，保卫的不过是1800个牧民和他们的几万只羊。这仗能打赢，有什么值得吹嘘的？这就好比一个退役的世界拳王在街头打赢了一个营养不良的中学生，然后就宣布自己重回巅峰了一样，这不是很可笑吗？但对当时深陷英国病和衰落焦虑的英国人来说，他们太需要这样一场胜利了。果不其然，当英国舰队最终获胜时，整个英国都沸腾了。这是一种久违的扬眉吐气的感觉。撒切尔夫人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她成功的让英国人相信那个大不列颠的大字又回来了。然而，这不过是帝国夕阳的最后一道回光返照。这场胜利改变了英国衰落的轨迹吗？没有，它只是在心理上给一个病入膏肓的民族打了一针强效的怀旧止痛剂，让英国人暂时忘记了制造业的崩溃和社会的撕裂，让他们在帝国的余晖里最后一次集体沸腾。但日子还得继续，止痛剂的药效一过，病痛依旧。英国的衰落并未因为一场对弱者的胜利而有任何改变。二战后的英国一直在做一个梦，一个由丘吉尔亲手编织的名叫三环外交的梦。丘吉尔说，英国的独特地位在于它同时身处3个雄伟的圆环之中，英联邦、英美特殊关系以及统一的欧洲，英国就站在这3个环的交汇点上，长袖善舞，继续扮演世界旗手的角色。但这个梦从一开始就是个幻觉。所谓的英联邦早就变成了一个松散的文化俱乐部，所谓的特殊关系，苏伊士运河一战就证明了这不过是主子和仆从的关系。而欧洲这个环，英国从一开始就融不进去。对此，戴高乐看得最清楚。他在1963年、1967年连续2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理由是英国根本不是真正的欧洲国家，它心向美国，是个特洛伊木马。所以说，英国不是站在3环的中心，而是被卡在了3个环之间。哪个也靠不上，哪个也不属于，成了最尴尬的局外人。从60年代开始折腾着要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到2006年又公投脱欧，英国这半个多世纪的反复横跳，本质上就是这场身份认同危机的集中爆发。日不落帝国的太阳确实落下了，它给世界留下了英语、一套法律体系、一个位于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以及一个前世界霸主如何面对衰落的深刻教训。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失去实力支撑时，任何关于特殊地位和历史荣光的幻想，最终都会在冰冷的现实面前碎成一地鸡毛。如何在一个不再由自己主导的世界里找到一个新的恰当的位置，这不仅是英国的难题，也是所有曾经的帝国都必须回答的终极问题。